比特币暴力插针过后，后续的行情该如何看待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发现昨天在日线上呢插出一根非常不可思议的针，我们就不管合约，我们从现货看到的呢，它的针尖的位置已经不偏不倚的来到了3万左右的点位了。那其实这根针呢，一次性的来到3万这个是确实是非常出乎意料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没有昨天的假消息推波助澜，那当然了，如果你对于昨天假消息还有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收看我昨天的直播，昨天直播的回播。因为 Cointelegraph 的一则在 Twitter 上面的假消息就导致了这一波爆拉。那当然，比特币现货 ETF 呢这么快过，确实是会令人怀疑了。不过我们可以回到盘面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根针呢？那其实当时它在上涨的时候，我是眼睁睁看它上涨的，对，就眼睁睁看着它从大约28000的位置27000左右，27000，然后一直直直的拉到3万。最快速的一段大概是28000到3万这一段大概$2000的距离。但其实我们在过去呢，也有出现这种假消息或者说误解消息，导致盘面往上插针的行为。我认为有2次是在我个人亲身经历当中呢，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而且我有深刻体悟，我记忆犹新的。那我们就先讲一次，我认为这一次呢，跟我们目前所发生的行情呢，非常的雷同，非常的相像，就是 LTC 莱特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在牛市如日中天的时候，非常火热的时候，大约在2021年的9月，也就是开始上涨的时候，回调结束，然后要进行下一波上涨的时候呢，当时 LTC 它就发出了一个，有一个币圈媒体放出假消息就说 Walmart 这个亚马逊Amazon 它有可能会接受莱特币作为一种支付方式。那当然了，这种就很像是假消息，因为很多的配套措施都还没有做好。那你可以发现，当时呢这则假消息出来之后它就往上拉升了。当然当时的人们呢都不知道这个是假消息后来回神之后呢确认这是假消息，往上面所有的涨幅呢都全部收回原本的 K 线。那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根它还是有 2.74% 的涨幅，实体部分。那我认为呢这个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前面在震荡的行情，在牛市当中它的波动是会稍微大一些的，至少比我们熊市一滩死水要来得好得多。我们现在熊市真的是波动小很多了，而且莱特币呢又是这种比较小的市值比较小的这种山寨币，当然了，你跟比特币、以太坊不能比了。好，那其实当时的插针呢，对盘面有没有造成影响？我认为是没有的。它这个插针很狠它直接把前高给插过了把前高给插过了。那不过我们后续它所走的行情呢，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完全忽略了这根针，完全忽略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根针呢，它只会影响到当下的行情，它只会影响到消息发生的当下，它不会影响到后续的盘面的，这个是不会的。尤其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后续的走势基本上一样，比特币怎么走莱特币它就是跟着，或者是其实我们原本这个位置呢，它就正处于一段日线级别的上涨之后的回调。那我们这里插了一根针之后，它是不是就代表新的上涨开始了呢？其实没有的，我们后续还是经历了更深度的回调之后，随着比特币回调，后续才上涨。所以行情该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根针呢，它是没有影响我们后续的行情的。我个人呢也会认为这次的经历过后呢，这种消息甚至是假消息所插出来的针呢，它就完全不值得纳入技术分析的考量范围。那其实从比特币身上呢，我们也不单单从山寨币，我们从相同币种上面呢，我们也可以找寻借鉴的经验。其实我们正好在整整4年前，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比特币是牛熊周期或者说它的周期性就是4年一轮嘛。那其实我们在整整4年前，我们现在是2023年的10月中旬左右，我们在整整4年前，也就是2019年的10月下旬的时候呢，其实离现在的日期非常非常接近，差距就不到10天不到10天。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当时也插出了一根非常长的针而且这里的上涨呢，它尤其可怕，它比我们这里还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这个箱体下破之后，然后瞬间插出来的针所以当时追空的人一定非常多尤其我们前面呢这一段它又是一个很稳妥的空头走势，这绝对没问题所以当时看空，我也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不过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上涨，从下到上面呢，整整44%以上将近45%的距离，它绝对可以把所有的空头止损给干掉。而且呢，其实这是现货的图啦，就有点像我们现货只到3万左右。我们在合约呢，尤其是 Bybit， 你可以看一下到30600，
那有些深度更差的交易所它就会来到更扯的位置不过Bybit 到30600，它也比现货来说你要多出许多。那在当时呢，有很多家交易所呢，它都把前面的这个高点是给贯穿了，就是11000的这个位置呢，这根针就直接给贯穿了，因为流动性有很大的不足，所以针就插得非常非常的深。那在当时呢，整整1年前，我们也发生过这一次的假消息，然后呢，或者说消息的误报、消息的错误传递、错误的这种散布，就导致我们这波拉升了。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的空头走势，它是没有因为我们这波上涨而被改变的，是并没有的下跌，其实我们到最后呢，我们一样还是走回下跌只不过中间这一段呢，它就是一个消息面比较突兀的这种走势。那我认为在分析上这种走势它是可以被忽略的，或者说这种差针呢，我们确实就可以把它不列入考量，然后来看待盘面。但其实我们当前所出现的情况呢，我也会认为我们可以用一样的方式做处理，也就是我们把这根针呢弭平掉，我们不看这根针，我们就看收了实体的部分，还有后续的盘面怎么走就好了。那我会认为呢，我们当前的盘面虽然说昨天是个假消息，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这根阳线它有 4.91% 的涨幅，就光实体部分所以这绝对也是空头比较强势的一个表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这根 K 线当然假消息它有推波助澜但是它的量能呢，它是超过我们前面下跌的这一根的，这是很夸张的，这真的非常非常夸张，而且超过的还不只是一点点超过了不少。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这根上涨阳线出来，而且有爆量的事实。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尊重我们在日线上呢，其实还是走着，你可以发现我们是走着低点呢不断抬高，高点也不断抬高的这种走势，它就是至少在比较小的这种级别上面它还是属于是多头的。那我个人就不会这么急着去摸顶做空，就不会这么急就不会现在就急着进去，比如说28500就急着进去，或者29000等等。我认为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那我们可以互换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互换位就是大概在28000或28100这个位置，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呢它有阻力，那我们现在价格很明确的是站稳在了阻力之上所以我们当前呢走的，我会认为对于空头来说，现在急着做空的话是蛮不好的。如果说要做空，我们可以等待一下，比如说到前面29000，或者说更上面到3万的这种位置，我会认为是我个人才会在这种位置去考虑去做空。那现在的位置呢，对空头来说确实是比较不妙，尤其其实我们现在呢，如果我们接下来还会再引发跌破25000的行情的话，可能跌破25000的行情，或者说它真的就引发了，因为其实我们在日线上呢，我们还是有这个顶部的3重顶的结构。我认为说这个是头肩有一点牵强了，因为你可以看我们这几次的这个顶部它有点接近，当然我们这次还没有走出来，但是我们前2次呢很接近如果说是头肩的话呢，通常是要有一段明显的差距的它才会形成是头肩。那以我们这里呢这种情况来看我认为是有点牵强了，顶多能说它是3重顶，我们还是有个顶部结构在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准备一点筹码，或者说你想要准备一点资金的话呢，然后你现在还有比特币，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在3万，可以考虑在3万，或者说29000这种位置这种区间呢去出一点货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等着在比较低的位置呢再去抄底。好，那我们切到4小时呢，我会认为其实我们当前它就是在暴力运行之后走的震荡。那这里的震荡呢，我们还会需要再等待一下，还需要它震荡结束之后，然后我们才能做定夺。那我们最后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呢很弱，真的很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一波上涨它的起始点在哪里？以太坊的话大概在1550左右。你可以看比特币它都反弹多少了？比特币它从最低点，我们这一段从26500到最高点3万，这是很夸张的，到现在都有$2000的涨幅。那以太坊呢，真的就很小很小了。以太坊它就是我们原本从1550，然后到现在呢1573，就差一点点而已。就以太坊真的很弱了，所以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要考虑做空的话呢，以太坊绝对会是我首选，或者说首要考量，我首要会去看的标的。那比特币呢？如果说要短多的话，如果说我要短多的话呢，我会去看一下比特币的情况的。
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哦，对了，如果说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那 OKX 交易所，你只要注册就好，不用入金，不用交易，也不用 KYC。你在下面留下你的 UID， 就可以抽取 OKX 的限量周边。那 OKX 你只要 KYC 就可以获得$10的交易赠金。你只要做任何一笔交易，现货也好，合约也好，不限金额，不限币种，你就可以获得$20的体验金。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